郡主，您让我准备的聘礼已经备齐了。很好，当初我父亲不让我告诉沈郎身份，3日后我便要与沈郎成婚，也是时候跟他坦白一下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。哦。郡主，这是您要送给沈将军的宝刀，已经找好了。不过老侯爷那里，父亲无非就是不让我跟沈郎君成亲。算了，我父亲有什么话，等我3日之后跟沈郎拜堂礼成之后回来再说。是。沈家今天上下来玄妙观祈福，你切记要小心一点，人多眼杂，你们从后门走，别暴露了身份。明白。沈郎，他旁边的女子是何人？3日之后就要跟那慕容昭成亲，今日还来找我做什么？你呀你呀，怎么还吃那破落商户女的醋？讨厌！放心吧，正妻之位自然是你的。至于她商贾之女，能以小妾的身份入门，已是她的高攀。若不是她有些值钱的生意，又痴心于我，不惜顶撞父母，恐怕是连进沈家门的机会都没有。放心吧。等他进了门，我便把他打发到乡下去替我孝敬父母。沈郎心中竟如此看我，只是有一点，你说他那些值钱的生意，我应当交由谁打理？讨厌！哎，那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？为我，他什么事都会答应，因为他一直以为当年开城门救他的人是我。救命恩人的话，岂有不听的道理？什么？沈破浪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？不愧是沈郎。愿沈郎得偿所愿，愿我与沈郎可以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。住口！清净之地，岂能护佑负心薄幸之辈？你二人在此通奸，是故意让神佛看见尔等龌龊罪孽，将尔等贱人打入地狱吗？沈郎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里不会闹鬼吧？快走！沈破浪，我倒要看看3日后你们如何得偿所愿，举案齐眉。小心！好了，快，没事了，去儿吧。谢谢公子救命之恩，若是伤了别人的性命，我的车费都赔不起啊！孩儿无事便好，不必挂怀，去送货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！这人看着虽然衣衫褴褛，可是风神玉朗，虎背狼腰，周身的气势倒是比沈破浪更像将军。大哥，好身手！有人过来了。这位兄台，是他。当时他不省人事，应该不清楚是我救了他。好刀！这把刀名为不二刀，取自忠贞不二之意。可惜我之前想送的那个男人，如今配不上这把刀了。如今这把刀
送给你了。送我？不白送。我想请兄台帮我一个忙，冒充我1天的未婚夫。这位姑娘，找面首，请去勾栏瓦寺，在下不卖笑，更不卖身。不需要你卖笑，更不需要你卖身，只需要在外人面前假装身份。若是你觉得这把刀不够，事成之后，价格随便你开。可以，事成之后，我同样需要姑娘当我1天的未婚妻。好，3日之后正午时分，骁骑将军府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沈破浪，3天后见。哎呀，真好啊！眼看50就要到了，这接亲队伍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都喜庆了。就是，听说新娘还是商户之女，一个商户之女哪来这么大的架子？哎，但怎么还不来？新郎官儿啊，这眼看吉时已到，这慕容昭到现在还没露面，在座的宾客和亲戚都看着呢。你说这慕容昭是不是就是想让大家看咱们的笑话？娘，你放心吧，慕容昭肯定不敢跟我摆架子，只是路上耽搁了，咱们再等等。哎，新娘来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新娘子来了呀！新郎来了。这新娘子自己怎么来？连盖头都没有。就是这样，还穿了一身白，大喜之日穿一身白也不像晦气。什么意思呀？果然是商户之女，毫无规矩。今日是我儿大喜之日，你竟然穿一身白，你是想诅咒我儿早死吗？沈破浪不是天天说要战死沙场，护大夏太平吗？既然连死都不怕，怎么会忌讳我这一身白呢？慕容昭，哎呀，看，就是能穿我。不想嫁。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你穿这一身白是存心给我触眉头吗？当真是晦气！儿子，晦气。对呀，这怎么还动手？太后娘娘曾赐予我一套凤冠霞帔，我念着太过贵重，想着给你们沈家留些脸面才不穿，没想到竟然如此薄气。慕容昭，既然你今天嫁入我沈家，我就好好的给你立立规矩，教教你女贱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当年慕容家抗震救灾，太后娘娘赐了我一本女诫，我的规矩是太后教的。难不成你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太后还要尊贵？我听说慕容家虽为商户，可一向配合朝廷赈济灾民，很受皇家喜爱。就连太后当年都差点给慕容姑娘指婚呢。是规矩啊！沈夫人怕是忘了10几年前带着王夫的家产改嫁的事情。若沈夫人真有你口中说的重规矩守妇道，那又怎么会那么着急改嫁，将你的儿子陈破浪改姓沈？哎呦，这话真敢说！你简直就是胡言乱语！这就胡言乱语了？我还听过更夸张的事情。沈家的下人说，当年你和沈老爷子见面的时候，沈夫人还活着呢。住口！慕容昭！哎呦，这话真敢说呀！慕容昭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不过是想提醒沈老夫人，我的规矩轮不到她来理。好，那此事暂且作罢。不过二皇子得知我沈家今日有喜，特意为你这个心腹写了一封贺词，不妨呈上来你听听。想用二皇子的身份来逼我就范？来人呐，把二皇子的贺词给我呈上来。慕容昭，这份贺词可是二皇子特意为你写的，你可得好好听听。洗耳恭听。这第一，慕容昭虽与我儿两情相悦，可毕竟是商户之女，身份低贱。若想嫁给我儿，应自降身份为妾室，以免玷污我们沈家名誉。
我倒也不是看不起护商之女，你若是能和大夏那位富商吴会首一样富可敌国，那我以平妻之位娶你入门，那也不算是辱没门风啊。这第二，慕容昭嫁入我沈家之后，理应把手里的所有生意都交给我沈家打理，避免以后在外抛头露面，以败坏我沈家名声。第三，我儿在朝为官，你作为他的妻子，理应替他回乡堂前尽孝。这沈家打的好算盘，给一个小妾的名分就想吞了慕容姑娘的全部生意，还打发人家回乡尽孝。这沈家是吃定了慕容姑娘对沈破浪的一片痴心，慕容姑娘现在嫁过去不好过呀。沈破浪，既然我的身份如此不堪，你们沈家的门槛如此之高，那老娘不嫁了。怎么能这样？什么？张昭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现在赶紧对大家表示，你刚才是胡言乱语的。我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我还是能够跟你成亲的，否则就算你跪下来，我也不会让你进沈家的门。嫁入沈家，我就算跟街边的乞丐一起讨饭，都会绕过你们沈家，因为我嫌你们沈家脏。慕容昭，这在座的宾客可都看着你，不会因为区区的一份贺词就赌气不成吧？娘，他这是故意让我紧张他，给我摆架子。这3年来我勾勾手指，他就百依百顺的靠过来。你家里的狗还挺了，我才不上他的当。沈破浪，你当真就觉得我就那么想嫁入沈家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路边的乞丐私定终身。怎么这样？慕容昭，你连撒谎都不会。如果你真找了个什么野男人，你今天还会跑回来跟我成亲吗？我今天来除了告诉你我跟别人私定了终身之外，还有2件事。现在是第2件事。还有什么事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爷！咱们沈家在慕容家商号工作的人全都被解雇了，100多号人全都被赶了出来，如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什么？不光如此，还有10几个被查出来手脚不干净、做假账，被慕容家的人直接送去了官府，如今正在牢里关押。少爷，赶紧想办法救人呐！是你，都是你做的手脚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们家的亲戚一直都是在靠我找工作来发落薪水糊口，如今我悔婚了，那既然是由你沈大将军自己来安排了，你真是忘恩！别急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来人！这些是你们这3年以来你们沈家欠我们慕容商铺的钱，一共是386200银。什么？沈将军，你这么大的一个人物，该不会欠我们一个商户之女的钱吧？胡说！我沈家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？那就要问问你的好母亲了。她可是在很多欠条上都签字画押了。这儿啊，你为官毕竟需要银钱打点，为娘也是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你马上要嫁给我们沈家了，我有你点钱是看得起你。母亲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。大夏律法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沈破浪，这些钱如果你少还我1两，我就跟你对簿公堂。到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沈大将军需要靠一个商户之女来养活全家。慕容昭，你别忘了，3年前是我救你一命，你就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是吗？对，慕容姑娘之前一直说沈将军对她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大婚当日逼恩人还债，是过分了呀。没错，慕容昭，要不是我儿救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忘恩负义，沈家欠你的钱对你来说不过9牛1毛，比得上我儿救你的这条命吗？慕容昭，你现在要是跟我道歉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让你进门的，否则委专让整个京城都看清楚你是如何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。我忘恩负义？
谎话说多了，自己都信了这弥天大谎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口口声声说那天晚上救我的人是你，真的是你吗？哼，那当然了。哼，说谎！原本我也以为是你救了我，毕竟除了你这个骁骑大将军以外，谁又可以深夜凭腰牌打开城门？所以我告诉你，现在道歉还不算晚。可惜啊，你不知道的是，夜间临时开关城门可是大事，要在皇室的内监处仔细登记，而我早就已经找到了那天晚上登记的名册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那天晚上的确曾打开城门，不过登记的人是镇北侯奉旨入宫，上面有城门士兵签字画押，还有镇北侯的官印盖章。是有此事，他全都看着。所以镇北侯为了着急见圣上，把我交给了城门士兵，而你贿赂了城门士兵，骗了我整整3年。你撒谎！我知道了，你肯定就是跟那个乞丐已经私相授受，所以在这里编故事抹黑我。我抹黑你？你不知道的是，皇上为了迎接镇北侯，早就已经派温公公在内监处等候。温公公早已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撒谎，不可能！那不如就叫温公公亲自来说。温公公，请你如实的告诉大家，当年在城外救我的人，到底是不是沈波浪？怎么可能是沈将军？咱家瞧得清清楚楚，当初是镇北侯见你昏倒在路边，把你抱起来，快马朝京城赶去，用腰牌打开城门，然后吩咐手下士兵送你去就医。那天晚上，咱家辛苦陪着侯爷骑马赶路，累得腰都快断了。记得这么清楚啊！沈波浪，你的意思是说温公公也在撒谎不成？你要是觉得咱家撒谎，那咱们就去陛下面前对质，请陛下明鉴。这我可没说。周儿，就算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难道我们这3年的感情相知相爱也是假的吗？就算没有救命之恩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没有救命之恩，你就要悔婚离我而去吗？不会的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在离开之前，我还要再做一件事情。你骗了我整整3年，我要你跪下给我赎罪！荣昭，荣昭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非你不可？我告诉你，你爱的人是苏妙真，是苏妙真。她温柔贤淑，善解人意，不知比你强多少倍。没有我看谁敢娶你？难道是那个乞丐吗？啊，他人呢？急什么呢？他一定会来的。你还在嘴硬是吧？谁在嘴硬？什么人啊？这是后生，这是都准备好了。看到了吗？你鄙夷的乞丐，此刻是我认定的良人。你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他之前是他们，而你不过就是我随手丢掉的一块垃圾。昭，你别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竟然自甘堕落，跟这个乞丐待在一块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我不知廉耻，沈将军怕是忘了吧？我来这是退婚的，至于我跟谁在一起，沈将军
怕是无权过问。好啊，退婚是吧？那我今天满足你，现在就书信一封给妙真，让她过来。今天就是她跟我的婚礼。哦，看来你跟他真是情深意重啊。玉珍，你可真讨厌，居然能想到在沈破浪和慕容昭的婚房里行事，你就不怕他们发现吗？怕什么？区区神府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而且，你不喜欢刺激吗？讨厌。那是自然，妙真对我情意深重，我们两个早已互相托付终身。没有了你这个低贱的商女，刚好我可以和妙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好啊，你们两个人情深意重，情投意合啊。怎么，你不信？等一会儿我就让你看清楚。来人呐，把纸墨拿过来。不必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必再麻烦你们下人再跑一趟了。既然你跟妙真情深意重的话，那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一定不会错过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呀，还在想着怎么拜堂，而他早就已经入洞房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这样这玩的这么花，真是太丢人了。这大喜之日，竟然有人在主人家的洞房偷情！真是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，偷情都偷到别人的婚房里，简直是不知廉耻。就是啊。哟，沈大将军，苏妙真苏才女还真是对你情真意切。你看，不用写信，自己就早早的在洞房里了。苏妙真那个京城知名的大才女，不都说她是清官人吗？清官人卖艺不卖身，这玩的这么花呀？苏妙真，沈大将军，苏妙真跟你情深意重，她躺在那儿肯定是为你暖床祈福呢，你可千万别误会了她呀。对，我就是想帮沈郎压床祈福，沾沾喜气。你让我别误会，你衣冠不整，还跟别的男人抱在一块儿，我误会？你当我是傻瓜吗？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，敢跟你偷情！宋玉珍，太常寺少卿宋玉珍，哎，他不是沈将军最好的朋友吗？宋玉珍，你敢抢我的女人啊！哎呀，妙真早就和我私定终身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了？苏妙真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爱我，说要跟我白头偕老，却背着我跟宋玉珍私通。不行，宋玉珍地位虽高，但不过许我个小妾之位，沈郎却可以让我做他正妻，必须得稳住他。沈郎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哼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白日衔淫，跟男人带着吻痕，招摇过市吗？沈大将军，这话就严重了。虽然苏姑娘身上有吻痕，但那也一定是有原因的呀。你给我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打他没打你是吗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妙真，你可有事？沈伯乐，妙真是我的女人，就别自作多情了。我自作多情？啊，好，我之前为了捧这个贱人当上才女，足足花了10万两白银。她是你的女人是吧？好，你替她还呢。什么？10万两？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包括她现在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都是我之前亲手送给她的。玉珍，我可以解释的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贱人，竟想诓骗我替你还钱！玉珍，站住！花着我的钱还背叛我，
今天你不把钱还给我，你休想走！沈波浪，我凭什么要还你钱？这些钱都是你自愿给我的。你这个贱人！这个贱人！你敢打我？你这个小贱人，居然敢打我儿子！我是小贱人，那你儿子是什么？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明明已经跟慕容昭有了婚约，却还是要过来招惹我。他沈破浪就是个朝三暮四、背信弃义的负心汉。他今天得到的这一切，全都是他的报应。你懂什么？我儿子是男子，男子本该三妻四妾。况且我儿子是骁骑大将军，亏得我儿子之前以为你是什么才女，痴心想要娶你。现在看来，你连做丫鬟都不配。他对我痴心，我看他沈破浪有的都是私心吧。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名声。当初娶我是为了我的才女名声，现在想要娶慕容昭为妾，是看上了他的钱。你儿子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什么了？还有你给我的那些钱，有哪一分不是你从慕容昭手里要过来的？你沈破浪就是一个狼心狗肺、背信弃义的软饭男！找死！找死！你还敢打我？我就打你了！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瞒着你认识了宋玉瞻吗？哼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水性杨花，不守妇道。哼，大家都不知道吧？这位威风凛凛、高大威猛的沈将军，他不行。别看，恶心。他这是在吃醋。我弄死你！我松开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帮你，怕你怀不出子嗣，所以找个男人替你。贱人，挂着我的钱还敢背叛我！来人呐，送他去顺天府，一日不还钱，一日不许放他出来！我凭什么要还这些钱？就算要还，我也就要还给慕容昭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慕容昭给我的钱就是我的，你花着我的钱还敢背叛我！来人呐，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，给我压下去！放开我！沈破浪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负心汉，你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！滚！沈大将军，你跟苏妙真的事情解决完了，那我和你的事情是不是也该解决了？3860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我？再不还的话，我就把你送到顺天府，让你跟你的野鸳鸯团聚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骁骑将军，当心我把你们这群乞丐都给抓起来！无缘无故就抓人，传出去，这将军的位置恐怕保不住。你，慕容昭，我可是你夫君，你真要看着这种下等人如此冲撞你的夫君吗？盖头都没掀，洞房都没入，算哪门子夫君啊？你还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说起来，你心心念念的苏妙真倒是入了洞房，果然是天赐的良缘呢。闭嘴！慕容昭，你别给我提那个贱女人，她居然敢在我的洞房跟别的男人苟且，胆大包天，不知廉耻。这么说的话，还真是，苏妙真真是胆大包天，青天白日在这里宣淫就算了，地点还选在了沈府，倒真是跟她清纯的外表不符啊。认真对啊，儿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苏妙真怎么说也是个清官人，令他也没那个胆子，敢在我们沈府眼皮子底下作乱。娘，你是说这一切是有人设计的？可是我平日里并未与人结怨，
你傻呀！你当上了骁骑将军，多的是人眼红你。我看啊，就是想故意抹黑你的名声，让皇上不再重用你。但是苏妙珍与我的关系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难道说是你？慕容昭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沈将军，这是何意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就别装了，慕容昭，你早就知道妙珍今日在我府上，所以你这个奸夫一进来就直奔洞房而去。你这么做是在毁了我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我毁了你？他们二人早有私情，我不过就是做了一件顺水推舟的事情。谁能想到他们竟然踩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床上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。与其纠结这些，不如想想欠我那38.6万银子什么时候才能还？没工夫陪你玩这些。慕容昭，你今天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想让我以正妻之位娶你进门，是不是？但我告诉你，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想进入沈府的门都没有。进不了你沈府的门，我简直是求之不得。你不想进我沈府的门，难不成你要进这个乞丐之家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慕容昭就算嫁给一个乞丐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忘恩负义之人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慕容昭，你早就跟这个乞丐私相授受，所以你才要拉着苏妙珍来当垫背的。你装这副清高的模样不累吗？你说什么？别冲动，他是朝廷命官。沈破浪，你脑子不好的话就去治，嘴不好的话就去毒哑了，别在这吵人烦。你来人！我懒得跟你废话，再不还钱，我就把这沈府都给你拆了。拆我的沈府？慕容昭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惦记你慕容家那点银子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跟大夏的首富吴会首已经认识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我就能让你慕容家从此在京城消失。吴会首就是那个大夏第一富商，没想到沈破浪竟然攀上了吴会首，看来沈家要一飞冲天了。是啊，据说吴会首打造的商会已经足以力压大夏皇商，富可敌国啊！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人家吴会首的产业遍布整个大夏，这不是你一个小小慕容家能比得了的。是吗？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妨告诉你，吴会首早就联系过我，而且表示很看好我，告诉我今天会送来一份大礼。你说这跟我有没有关系了？3日前我还不知道沈破浪的真面目，的确想给他个惊喜。郡主，您让我准备的聘礼已经备齐了。很好，当初我父亲不让我告诉沈郎身份，3日后我便要与沈郎成婚，也是时候跟他坦白一下了。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！你说吴会首会来送礼？哼，慕容昭，我是谁？我是骁骑将军。吴会首想与我结交，给我送礼，那是人之常情，这不是你一个商贾之女能想象得了的。好啊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？什么赌？就赌他今天不会把礼送到你们府上。如果我要是输了，这38.6万白银一笔勾销；但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卑鄙小人。真的还有事？好，你想赌是吧？我跟你赌。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商户之女能让全国的首富吴会首听她的话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大吴商会，吴掌柜到。
大吴商会吴掌柜到。吴掌柜。吴掌柜，这些箱子和珠宝是……啊，沈将军不必多礼，这些便是当初我们会首答应送来沈府的嫁妆。嫁妆？对呀，是我说错了，是一点心意。原来如此，这吴会首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一点心意就如此的隆重，真是破费了，破费了。这对我们大吴商会来说，不过是9牛1毛，不值一提呀。这吴会首竟这般有钱，不过我与他素未谋面，光是赏识也不至于有这么多大礼。吴掌柜，不知这吴会首是男是女啊？我们吴会首自然是女子。我若是能与吴会首结成良缘，这慕容昭便是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了。慕容昭，你都听见了吧？这些贺礼已经进了沈府，这赌你输了。沈将军，这礼到了，不代表就是你的。莫非沈将军是觉得这些礼是送给你的？当然了，刚刚吴掌柜都已经明确表示，这些都是吴会首答应给我的心意，而吴掌柜可是大吴商会的老人了，他的决定那就是吴会首的决定。原本是这样的，不过现在不必了，拿回去吧。慕容昭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你一个小小的商户女，也配名列大吴商会的人？你以为你是大吴商会的吴会首吗？真是可惜。吴掌柜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都是这个贱人冲撞了吴会首啊，跟我们沈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啊，吴掌柜，你就应该把他给抓起来。别担心。你是说让我把他抓起来啊？哎呀，吴掌柜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但是这个贱人居然当众跟其他的男子勾结，实在是恬不知耻。不过本将军大怒，不跟他计较，她不再是我的未婚妻，所以你也不必看在我的面子上对她言听计从。你的面子？那你可知这些金银珠宝、黄金地器是为何人准备？这自然是吴会首给我准备的一点心意嘛，想必也是为了今日的大婚所备，实在是破费了，破费了。这些自然是为大婚所准备，只是这正是我们会首亲自为他准备的嫁妆。什么嫁妆？莫非这吴会首看中了沈将军？对呀，这吴掌柜，此话当真？这沈某若得到了吴会首的倾心，那真是荣幸之至啊！沈将军怕是有些荣幸的过早啊，这些嫁妆你1分都得不到。你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慕容昭，难道你还能决定这些嫁妆的去留问题吗？我当然能决定这些嫁妆，因为这些都是我的。你的？你也配冒充吴会首？冒充？我慕容昭何须冒充旁人？这些嫁妆本来就是我的。慕容昭，你的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了？报！果真如此，当真。儿啊，可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咱们沈家的大好日子马上就来了。真的？慕容昭，你还不知道呢。今天的婚宴
不仅有大吴商会送来的大礼，就连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吴会首都会到。吴会首也会见，这么大人物也会来呀！哎呦，我没听错吧？吴会首竟然要来神府？这谁要是能和吴会首攀上关系，那日进斗金岂不是手到擒来？慕容昭，我劝你现在乖乖下跪，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我可能还会替你求情。不然的话，不然如何？不然我就让你慕容家在京城消失。是吗？那你心心念念的吴会首为何会来此？吴掌柜的话你没听明白吗？这些金银财宝全部都是吴会首给我带来的嫁妆。今天正是我的大婚之宴，吴会长是赶来和我成亲的。是吗？没人告诉你，你的脸皮厚的能筑起一堵墙吗？行了，慕容昭，你现在赶紧给我跪地求饶，否则吴会首要是到了，你再想求饶就来不及了。是吗？我倒是想看一看，到底谁向谁求饶。好啊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是说这吴会首会来吗？怎么还没来？该不会不来了吧？吴掌柜，这吴会首可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我们会首早就到了。到了？哎，到了，哪儿啊？到了，在哪儿啊？是啊，这位就是我们大吴商会的吴会首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吴掌柜，您别跟我开玩笑啊！她怎么可能是大夏第一女富商呢？我与沈将军的关系还没到开玩笑的程度。慕容昭是第一女富商，这些金银财宝岂不是？我说过了，这些都是我的嫁妆。哎，说这慕容姑娘就是富可敌国的吴会首，那这沈将军这次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你竟然是大吴商会的吴会首。怎么样，找我假装你的未婚妻，不吃亏吧？昭昭，昭昭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骁骑将军，你是第一女富商，咱们门当户对。你完全有资格做我的正妻啊！做你正妻啊？对，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尽快把我的银子还给我，不然我让你们沈家在京城再无容身之地。我们走。昭昭，你等等，昭昭，别碰他！你这个贱民，你敢如此这般对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找人给你抓起来？我看谁敢！慕容昭，我与你相识3年，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臭乞丐吗？我说过，宁可嫁给一个乞丐，也不会嫁你。你，萧北辰，萧北辰，这是我慕容家祖传玉剑，与我手上是一对，你可愿意娶我？我愿意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难道等着你被别人拐跑吗？不是。男未婚女未嫁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爹，女儿想通了，女儿不嫁给沈破浪了。沈破浪？伯父，他当然配不上你。不过，
你在路边随便找一个人成亲，我更生气。爹啊！之前就要嫁给沈破浪，现在闹着要嫁给这个人，在你眼里，这儿女大事如同儿戏。伯父，您放心，我们只是……我们虽然是一见钟情，但我一定会照顾好慕容姑娘的。照顾？呵呵，我们家昭儿自幼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你怎么照顾她？放肆！你八两，我没兴趣听下去。这里是白银1万两，拿着它，离开我的女儿。1万两，在京城一栋宅子也才400两，1万两，这可是寻常人家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啊！爹，你可以教训女儿，但你不能这样侮辱我的朋友。伯父所言极是，像昭昭这样的人，这种贱民是绝对配不上的。在下不才，沈破浪前几日刚刚被皇上封为骁骑将军，如果伯父愿意的话，我愿意正妻之位迎娶昭昭入门。沈破浪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招沈凡，赶紧滚！伯父，绣花枕头也配娶我的女儿？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绣花枕头？莫非这沈将军的官职德不配位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儿子可是皇上亲封的骁骑大将军，就算是皇亲贵女也娶得。你们慕容家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过是商户贱民。我儿子不嫁，你们还想嫁给皇亲国戚不成啊？我的女儿倒不必嫁皇亲国戚。哼，知道自己不配就好。因为我慕容家就是皇亲国戚。这莫不是疯了吧？这话可说不得。慕容昭，你要是想死，别连累我们。我又没有说错，我慕容家本来就是皇亲国戚。你这还在嘴硬！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枚玉佩应该是当年圣上起兵时送给老臣傅明侯的。我曾听我父亲说过，傅明侯乃当今圣上的儿时玩伴。当年若不是傅明侯捐出家产购买粮草，陛下才能招兵买马统一天下。因为他不喜当官，所以陛下给他封为侯爷后特许经商，就连傅明侯的独女也被皇帝收为义女，赐为清宁郡主。你倒是有些眼力，不错，老夫正是傅明侯慕容楚。见过侯爷。虽然你眼光不错，但是你跟昭儿的婚事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爹，当年你跟母亲就是不顾家里反对的自由恋爱，那凭什么我不可以啊？哎呀，昭儿，那你就更应该知道，当年我跟你娘到底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。哎呀，昭儿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太后已经决定做主，为你赐婚了。什么？太后娘娘之前赐婚的时候不是已经退了吗？怎么又……哎呀，我还不是怕你真为了那个姓沈的跟我和你娘断绝关系，这才去太后那儿求了一道赐婚懿旨。爹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自己去找太后娘娘说。昭儿，懿旨一出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而且太后说了，这一次定然给你选个好人家。我不需要。
我已经找到相伴一生的人了。昭儿，听话！这一旨一出，你若是不接旨，那便是抗旨不尊。太后可能并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可如果再这么闹下去，她会是个什么后果呀？可是，哎呀，昭儿，莫要因为自己害了别人啊！要不，慕容姑娘若是为难，我劝太后收回成命便是。一个市井里的乞丐，还妄想劝太后收回成命？你真以为自己是镇北侯啊？我原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刚刚说的话是以下犯上，连我也保不了你了。我没说谎。啊？侯爷，老侯爷、老夫人说府里有大事，要你赶紧回去一趟。可又说是什么事？终身大事，让你马上回府。就说我现在有要务在身，不去。可是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事。对了，若是太后不肯收回旨意，你把这个交给她，她自会同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镇北虎符。这是镇北虎符。什么是镇北虎符啊，爹？手握此符，便可调动天下兵马。是早年陛下赏给灭了北蛮80万大军的镇北侯的御赐之物，如今为何会在你手上？这其实是假的。哼，凡是军中将领，谁不知道这镇北虎符是圣上赐予镇北侯英勇杀敌的赏赐之物？怎么会落在一个乞丐的手里？所以那枚虎符一定是假的。这还假的？假的虎符？真的假的？这枚虎符是真的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冒充王子，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气一气沈婆郎，但是伪造朝廷之物可是很严重的事情，这样你会有危险。我心里也会。慕容姑娘，你相信我，这枚虎符是真的。够了，慕容昭，难道你还真听信这个乞丐的话呀？啊，他若是什么皇亲国戚，从镇北侯的手里借来这枚虎符，耍耍威风也就算了，他这副穷酸样，他配吗？我为何不配？如果这枚镇北虎符是真的，你又当如何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这枚虎符若是真的，我就跟你一样去当乞丐。记得当年陛下把虎符赠予镇北侯的时候，特邀城内的文臣武将、国公侯爵一起观摩，记住虎符的暗器，免得日后有人用假虎符调动兵马。想必侯爷一定见过吧？不错，老夫当年的确见过镇北虎符，而且知道其暗器所在。不过，你确定要让我看吗？想清楚了，这枚虎符若是假的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请侯爷一观。这是假的，我就知道。这枚镇北虎符是真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乞丐手里居然有镇北虎符！你怎么会有镇北虎符的？你之前说你当过兵，也就是说，你是不是之前在镇北侯的黑甲军里当过兵？那这个镇北虎符就是镇北侯交给你的。多谢慕容姑娘刚才一直给我找理由开脱。如果要真的是在镇北侯手下当兵的话，
那你就更不应该利用他对你的这份信任来帮助我。你快走。所以，你刚才着急赶我走，是担心我？我是为了大夏。你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应该去镇守边疆，保家卫国的，不应该在这里。我有机会会去北疆看你的。既然镇北侯让你保管这枚镇北虎符，定然是对你极其信任，你莫要辜负了这份信任。至于我的女儿，她飞扬跳脱，需要一位沉稳大气的高位者，方可护其一世平安。你不合适。慕容家主，您误会了，这枚虎符并非是我替人保管，而是……我知道了，你这个贱民，死定了！沈破浪，你有完没完？昭昭，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黑甲军全部都在北疆镇守，他一个小兵却在京中逗留，这哪里得镇北侯赏识？这分明就是被推出军营，所以恼羞成怒，偷了虎符。沈破浪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哪里说错了？像他这种贪生怕死之辈，想必他的父母也是不伦不类之流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别再拉起来了！你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的父母？一个乞丐的父母我都说不得了，我就是杀了你又如何？找死！道歉还是死？我不该骂你父母，我道歉。北辰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别太冲动了，他好歹是朝廷的命官。就算我今天把他杀了也不碍事。哼，你别以为赢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偷了镇北虎符，镇北侯还是会找你算账的。是吗？可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口中所说的镇北侯是我。镇北侯，这个才对呀，这也是能全说的。你什么时候害得失心疯了你？我告诉你，就凭你一个顶替镇北侯的罪名，就已经是死罪了。就是，果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乞丐，冒充朝廷重臣可是重罪。是啊是啊，对呀，就是。北辰，你不能这样说，镇北侯是何等人物，你这样说会给自己惹大麻烦的。慕容姑娘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慕昭，不要轻信这个乞丐的话。就算镇北虎符是真的，可他现在说自己是镇北侯，谁会相信？哦，你为什么认定我就不是镇北侯呢？哼，你看看你自己这身穷酸样，就算我说你是一个小兵，都已经是抬举你了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镇北侯，有何不敢？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所以才一直冒充镇北侯的。但是现在这些事都交给我，你快走。慕容姑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真的是镇北侯。还敢狡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是京城内一个闲职的骁骑将军，你为什么认定我就不是镇北侯呢？那当然是因为我见过镇北侯。什么？你见过镇北侯？不行，快走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走啊！别担心，你说你见过镇北侯？那当然，我之前押运粮草前往北疆，为镇北侯麾下的黑甲军送粮的时候，亲眼见过镇北侯的背影。太搞笑了，背影能看出什么？多真切！但镇北侯英明神武，气宇不凡，统御万军的气势，岂是这个小小的士兵能比拟得了的？
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而且大家都知道镇北侯镇于北疆，无诏不得入京。你说你是镇北侯，难道你要说你是无旨入京吗？你八两，这次是秘密奉诏入京，倒是我一时大意，暴露了身份。哼，区逃兵还敢冒充镇北侯？好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知道昭昭的救命恩人就是镇北侯，所以你想骗取昭昭的感情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沈破浪，你在这发什么癫啊你？昭昭，他知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所以故意冒充镇北侯。此人何其心机！他没有骗我，倒是你骗了我整整3年，你的行为更是令人作呕。昭昭，你……慕容姑娘，你是说他冒充了你的救命恩人？没错，当年我晕倒在城门外，是镇北侯救了我，而他贿赂了城门口的士兵，蓄意欺骗我整整3年。哎，要干什么？这可是皇城脚下！你竟然敢对我儿下如此重手！沈破浪蓄意欺瞒皇亲国戚，别说我打他这一拳，按照大夏律法，应当把他问罪入狱。那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我是皇上亲封的小骑将军，你敢打我，就是等于在打皇帝的脸。来人，去通知顺天府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你说的对，如果我是一个小小士兵，的确轮不到我来教训你。但若我不是呢？镇北虎符可号令3军，先斩后奏。今日即便我把你杀了，也只需日后向皇上禀明即可。什么？儿啊，他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娘，镇北虎符的确有先斩后奏的特权，但是一个小小的士兵也配提先斩后奏吗？那你可曾想过，若我真的是镇北侯，你又当如何呢？实话告诉你，镇北侯的手下王世忠王副都统今天也会来帮我庆婚。等他到了，一切都将真相大白。王世忠，他的确是黑甲军的副都统。这，来人，将此人拿下！父亲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此子藐视圣上，冒充镇北侯。如若我们今天不将他拿下，连累的就是咱们慕容家呀！不行，他是为了我才冒充镇北侯的，你不能把他带走。昭儿，他哪怕不相信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也愿意出来维护我。放心，就算王副都统来了，我也不怕。还在大言不惭！我是否是大言不惭？等你那位敬重的王副都统到了，不就都知道了吗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啊，咱们等着瞧。黑甲军，王副都统到！哟，这谁来了？哈哈哈！王副都统，今天能来为我庆婚，着实是沈某的荣幸。好说好说，这几位是啊，这位就是咱们大夏赫赫有名的富民侯，我的伯父。这位青宁郡主慕容昭，也是大吴商会的吴会手，今日便是我跟他的婚期。沈破浪，你脸皮不要可以捐给灾民那做鞋底，我何时答应与你成婚？嘘，这沈破浪怎么净给我介绍这些位高权重之人？若是身份被识破了，算了，反正我舅舅久在边关，他们应当也不认识。在下黑甲军王世忠，见过富民侯青宁郡主。不必多礼。你是黑甲军王世忠，可我怎么记得他不是这副模样呢？放肆！你一个背信弃义的逃兵，
不仅直呼王副都统的名讳，还敢质疑他。这位是？王副都统，这位不过是黑甲军中的一个逃兵。不过刚刚此人居然想冒充镇北侯，此罪可诛啊！什么？镇北侯？嘿呦，他怎么可能是镇北侯呢？你看他穿的衣服如此的破败不堪，我说他是逃兵，错不了。王副都统，您跟随镇北侯浴血奋战多年，想来定是最了解镇北侯之人，不妨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揭穿此人身份，如何？沈破浪，你够了！王副都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北辰他只是一时心急，并非是有意冒犯镇北侯的。慕容姑娘不必如此，他根本就不是王世忠。大胆！你竟敢造谣王副都统的名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我是不是造谣？你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你当真是黑甲军副都统王世忠？我自认是。这枚玉佩就是镇北侯为了褒奖我上阵杀敌的功绩，亲自奖赏给我的。黑甲军呢，人尽皆知。现在你又有何话要说呀？该不会说这玉佩也是假的吧？这玉佩自然是真的，这玉佩是我亲自嘉奖给王世忠的，怎么会在此人手中？我的身份自是无误的，倒是你胆敢冒充镇北侯，来人，还不赶紧把这个人给我关进顺天府，来日禀明圣上，将此人斩立决。来日禀明圣上，将此人斩立决。敢害我被众人质疑，我定要你死！不行，今天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带走他。昭昭，王副都统已经确认过了他的身份，不过是一个想冒充镇北侯身份的宵小狂徒，你又何必执着于他？闭嘴！昭儿，记住你的身份，莫要执迷不悟啊！慕容姑娘不必担心，走的人不会是我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不成？遗言倒是不至于，但是有一事不明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听闻王副都统跟随镇北侯上阵杀敌多年，有一年不幸被北蛮俘虏，颈后被烙上了俘虏的印记。王副都统应该记得吧？自是记得，不过是为国效忠，不值一提。说得好。给我放手！大胆！你居然敢对王副都统动手！我不过是想和王副都统切磋一下，没想到这王副都统不但武艺一般，就连这薄厚的印记都能削得干干净净。没想到这王副都统不但武艺一般，就连这薄厚的印记都能削得干干净净。这看着不像有印记的模样。你傻呀，这人是个冒牌货，我们都被骗了。快扶我一下！你到底是谁？敢骗我？他的确不是王世忠，可你为何会有我赏赐给王世忠的玉佩？我虽然不是王世忠，但王世忠乃是我的亲舅舅，他可是镇北侯的左膀右臂。所以你之前在我这里拿的钱财，答应将我引荐给镇北侯的事情，也都是假的。那还不是怪你太蠢，说什么都信。你安然，此人冒充大夏将领，在京中招摇撞骗，将其押入顺天府，即日起由顺天府尹查办。是。等等，我舅舅可是镇北侯手底下的副都统，我舅舅是副都统。我自会派人去告知镇北侯，等其发落。放开我！
走，放开我！还不带走？他罪名比我还重，他冒充镇北侯。这是怎么了？咱家只是去方便一下，怎么多出这么多人？温公公，有人冒充镇北侯。谁敢冒充镇北侯？谁敢冒充镇北侯？是他！你死定了！温公公曾在城门口迎接过镇北侯回京，等温公公坐实你的假身份之后，连慕容昭都保不了你。别担心，我的身份是真的。事急从权，暴露身份之时，只能之后向圣上请罪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嘴硬了？之前是你运气好，遇到了一个冒牌货，可是温公公是真的见过镇北侯的人。我的身份不需要隐瞒，昭儿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次？他唤我昭儿，还怪好听的。算了，到时候问罪下来，我一定会和你一起面对。沈将军，有人冒充镇北侯，可有此事？温公公啊，不仅有人冒充镇北侯，他甚至敢偷盗御赐之物，甚至还侮辱太后。像这样的人，你说依照大夏的律法，该如何处置？什么？若真如你所言，立刻押入顺天府查办；若是属实，斩立决，诛九族。温公公，他真的不是有意冒犯镇北侯的。昭儿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天啊！别担心，我的身份是真的。温公公在这里还敢撒谎？你是？温公公，许久未见。咱家见过镇北侯。什么？咱家见过镇北侯。什么？温公公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他怎么可能是镇北侯呢？咱家还没有眼瞎，怎么可能认不出镇北侯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镇北侯？嗯。那当时是你救的我？3年前，我在城外的路边救了你。当时我奉旨入京，急于面见圣上，就将你交给了城门士兵照顾。可是你救了我，为什么3日之前不跟我说呢？救人只是顺手的事，又何足挂齿。谢谢，既然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那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有人冒充我的身份，对你挟恩图报。慕容昭，是不是我救的你？但是你在门口那几天，不是我照顾你的吗？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不用你非得嫁给我了，你直接给我20万两银子，咱们俩一笔勾销。你口中所谓的照顾，不过就是用我慕容家的药材使唤我慕容家的下人，如果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赚20万。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轻松的事？你……哦，对了，说到钱，来人啊！既然沈将军不还钱，那就把沈府都搬空了。什么时候沈将军还钱了，再慢慢说。走，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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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啊！慕容昭，你别忘了这里是沈府，这是圣上亲自的将军府邸，你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！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！慕容昭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只许你动手打人，就不许旁人还手吗？还有，你引以为傲的将军府，马上就不是你的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是我用钱帮你平步青云的话，你觉得你能坐稳骁骑将军的位置吗？
我已经向陛下禀情，你的将军之位马上就要坐不稳了。什么？慕容昭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怎能如此对我儿？沈破浪背着我跟别人苟且，而且还想着霸占我的家产。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论恶毒的话，我还不及你们的1/10。行了，不就是钱吗？我想办法给你就是了。但是你将此事禀报给圣上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，但我开心。你，郡主，将军府内的财物全部清理完毕，按照街坊换算数量，共计12万6千两白银。好啊，也就是说还剩下24万2千两没有还清。来人，既然将军府都已经搬空了，那就把沈将军请入顺天府，什么时候还钱了，什么时候再放出来。是啊，住手！住手！跳下去，走！走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没完没完！带走！慕容昭，骗我！走，老实点。拜拜喽。事情已经明了，咱家就先告退。没事了，都撤了吧。走。哎呀，真是会精彩，回家洗洗睡了。大戏走吧，赶上大戏。父亲，他是镇北侯，也是女儿的救命恩人。之前你跟我说想让我找一个能护我的人，如今我已经找到了。他是很好，可我还是不能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可我还是不能同意。为什么呀？父亲，他是镇北侯，论身份与我相当，而且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论缘分我们也是有的。为什么您还是不同意啊？就因为他是镇北侯，所以我才不能同意。老夫我虽久不闻外事，可也知镇北侯虽为国之栋梁，但不近女色，杀伐果断。若你嫁过去，该如何讨得好？父亲，我相信北辰他不会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你才跟他相识几日，对他能有多少了解呀？伯父，可能因为外界的传言，让您对我有一些误解。但是早在3年前，我就对慕容姑娘一见钟情。我向您发誓，此生我定会护慕容姑娘安全。他喜欢我？够了！你能做好为国尽忠的英雄，不代表也能做好护妻如珍的丈夫。我问你，假如有一日边关战旗，而正巧昭儿也遇到了生命危险，你救谁？父亲，我在问他，你说，你救谁？我会为了大夏驻守边关。意料之中啊，昭儿，你也都听到他说什么了？父亲，他是堂堂镇北侯，守护国家大义是他应尽的职责。您这分明就是在刁难他。不过，我若娶了慕容姑娘，她可凭借这枚虎符调遣京中各郡，陛下若是问责，我一力承担。花言巧语。父亲，好了，不必多说，今日之事到此结束，这门婚事就此作罢。这门婚事就此作罢。父亲，别担心，我去求太后收回成命。都给我老实点！哎，别走啊！哎呀，这不是我们威风凛凛的沈大将军吗？怎么也被关进顺天府了？
苏妙真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还他妈有脸说我？哼，我说错了吗？没有了慕容昭，你不过就是一条丧家之犬，人人唾弃的废物。贱人，说我他妈杀了你！省省吧，还以为自己是骁骑将军。哼，沈破浪，你早就已经没救。杀了你！够了！参见二皇子殿下。他就是二皇子。废物！你是怎么跟本王保证的？你说那慕容昭对你死心塌地，非你不嫁。结果呢？你知不知道，要是本王有了慕容家的财力，本王的大事就多了几分胜算。殿下，都是卑职的错。卑职之前一直以为慕容昭对我死心塌地，可是我没想到他贪恋权势，瞒着我，跟忽然回京的镇北侯勾搭在了一起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镇北侯在京城？对，他不仅在京城，而且他还带着慕容昭大闹了将军府。好得很呐！我原本担心他人在北地会成为心腹大患，没想到他竟然无照私自入京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英明，这镇北侯无照入京，殿下只需要稍作点拨，圣上肯定会起疑心。到那时，扳倒镇北侯算什么？我要的只是他和他的40万黑甲军。到那时，别说皇兄，就是父皇，本王又有何惧？这怎么？觉得本王的计谋不可？卑职不敢，只是卑职听说那镇北侯跟太子私交甚好。别担心，本王要的只是他的兵马，不要他的忠心。等本王登基之后，自会送他下去见太子。二殿下深谋远虑，卑职愚钝。来人！殿下有何事吩咐？我要带他出去。这……是。多谢二皇子殿下。至于这个听了本王气话的女人，殿下饶命！奴婢还有一计，可以让镇北侯为殿下所用，还能得到慕容昭的全部财产。如果我父亲真的去求太后赐婚，你真的要为我去求太后收回成命吗？当然，我萧北辰向来言出必行。可是，如果太后不同意呢？那我就去求陛下，求陛下准许我萧北辰用一生的功勋爵位来换你一人。真的吗？如果做不到忠贞不二，怎么敢收下你送我的不二刀呢？可就算……烦死了！我父亲他就是个老古板，那到时候他求陛下赐婚，他对我们肯定会心怀怨怼。那就证明给他看，不管是1年、10年，甚至一辈子，我萧北辰不仅能做好保家卫国的将军，更能担当得起护妻如珍的丈夫。沈破浪，没想到吧，二位，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太子有令，
镇北侯萧北辰擅离职守，无诏入京，意图谋反，其罪当诛。特令我前来捉拿，把萧北辰给我拿下。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。你确定这是太子的命令？放肆！你竟敢质疑太子！萧北辰，我劝你束手就擒，不然可别怪我把慕容昭当成你的同等，格杀勿论。不可能，沈破浪什么时候帮太子做事了？他明明是二皇子的人。慕容昭啊，你一心想嫁给镇北侯，但是无诏入京可是死罪，就算你嫁过去了，也只会被世人当成克死夫君的寡妇。把萧北辰给我拿下！这是个阴谋，你不能去。我回京就是为了这个阴谋。昭儿，收好我给你的定情信物，等人来提亲。信物？提亲？哎呦，没想到刚选中的夫君就被带走。慕容昭，你也有今天。还轮不到你来笑话我。我不是来笑话你的，我来是想劝你，眼下赶紧想办法救人，不然你那情郎镇北侯可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。殿下，我们可以先假借太子的名义，让沈破浪带走萧北辰，然后再劝慕容昭用他的全部财产向您求救，到时候我们就……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萧北辰口中来提亲的人。你会有这么好心帮我？我又不是要帮你，我是为了报复沈破浪。他坏了我和宋玉瞻的好事，还把我押进了监牢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今陛下病重，太子监国，既然是太子把镇北侯带走，那就必须要找一个和他势均力敌的人，才有可能救下他。你是说二皇子？他凭什么帮忙？你慕容昭富可敌国，花点钱打理，他还能坐视不管？好，我姑且信你一次。哼。殿下，慕容昭求见。臣女慕容昭参见皇子殿下。哎，慕容姑娘是父皇钦定的青宁郡主，何必如此多礼？快请坐。郡主的来意，妙真姑娘已经告知我了。镇北侯乃我大夏功臣，郡主又开口求我，我本当义不容辞。只是如今父皇养病，由皇兄把持朝政，我怕什么？我怕我一人开口，人微言轻啊。若是文武百官能在上朝时一起开口求情，想必一定能救出镇北侯。只是，若想文武百官开口求情，这上下打点的费用，原来是为了我的钱啊！殿下放心，慕容昭愿付出全部家当，只为能救出镇北侯。好。哈哈哈哈！郡主对镇北侯真是痴心一片，令人佩服。既然郡主愿意出钱，那我就好好替郡主打点打点，保证把镇北侯救出来。多谢殿下。殿下，臣女先行告退，回去筹钱。
来人，派个人跟着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筹钱。是。没想到你倒挺有本事，不仅算到了慕容昭会为了男人不顾一切，还想到了在茶里下毒的妙计。奴家只是顺水推舟而已，能成功那是因为殿下是真龙天子，鸿福齐天。说得好，你帮了本王这么大的忙，想本王怎么赏你啊？妙真能够帮到殿下，是妙真的荣幸。奴家只愿能够常伴在殿下的身边。等本王登基之后，后宫少不了你一个位置。多谢殿下，哦不，多谢陛下。这个还有这个，都快点搬啊！快点儿！昭儿，你这要做什么呀？难道要把我慕容府给搬空吗？父亲，北辰现在危在旦夕，我必须要救他。哎呀，他无照入京已是死罪，你拿我们的家当去救他，难道要把我们当成同党不成？父亲，小北辰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在我心里早已认定他，生同他，死同穴。别说是万贯家财，就算是要女儿的性命也没有关系。你，哎呀！都快点，继续搬啊！郡主，京城第一当铺刘掌柜来了。小人见过郡主。刘掌柜，我想把这些字画藏品全都当掉，换成金银，越快越好。哦，还有这些地契房契也全都当掉。这些藏品数目巨大，价值连城，郡主当真要卖？不错。那小人马上去为郡主筹获金银。哼，你亲眼看见慕容昭为了筹钱变卖了房产和田地？是，属下亲眼所见，而且郡主和他父亲为此还大吵了一架，他的父亲都被气病倒了。好，很好，看来这镇北侯真是慕容昭的死穴。去，让沈破浪给我把镇北侯带过来。是。臣萧北辰参见二皇子殿下，不知殿下以太子的名义将我带来，有何用意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本王叫你来的目的，你应该很清楚啊。是因为臣私自入京与慕容昭见面，不慎暴露，这把柄落入了殿下手上。不错，你若是不想被谋反问斩，就乖乖与本王合作。只要你愿意带领40万黑甲军效忠于我，事成之后，我必定重重有赏。我萧北辰只听命于大夏皇帝陛下一人，若没有其他事，臣告辞了。镇北侯，我劝你三思啊！你要是就这么走出去了，你那心心念念的慕容昭姑娘可就彻底没救了。殿下什么意思？今日慕容昭来时饮下了一日断肠散，没有我的解药，他必死无疑。陆景玉，昭儿若有不幸，你必死，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。放肆！胆敢直呼二皇子名讳，我……哎，镇北侯，本王很欣赏你，只要你愿意效忠于我，别说慕容昭，
全天下所有的女人随你挑。你若不愿，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，送你和慕容昭一起上路了。只是那么痴情，为你变卖房产的姑娘，你真舍得她死吗？想好了吗？是死后做一对同命鸳鸯，还是归顺于我，和慕容昭双宿双飞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殿下，我临时变卖家产，暂时凑出了7000万两白银，求殿下救出小北辰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不愧是我大夏女首富啊，富可敌国，名不虚传，7000万两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大事可成。殿下，什么大事可成？郡主还不知道吗？镇北侯已经归顺于本王，眼下正带着我的兵马去皇宫诛杀太子，囚禁父皇。事成之后，你二人可是立了头功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小北辰为了求解药救你，这才投靠殿下。现如今应该已经攻破皇城了。救我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那天你和殿下见面的时候，喝了我已经下毒的茶，现在毒已发作，若想活命，就乖乖归顺于殿下。若想活命，就乖乖归顺于殿下。慕容昭，就算你是富可敌国的郡主，那又怎样？不还是被我们殿下玩弄于股掌之中呢？哼，慕容姑娘，别担心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吩咐，本王就赐你解药，保你无碍。殿下，你把自己手上的兵马都给了萧北辰，让他带人去刺杀太子。你可知那些兵马究竟去了何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镇北虎符已经交给了我，我在变卖家产的时候，已经将镇北虎符送了出去。你猜猜，是送到了哪里？什么？你把兵符送到了太子手上？不错，黑甲军精锐已经接到了军令，现在已经秘密换装守护军城。你猜，你的兵马遇到了黑甲军的兵马，会是发生怎样的状况？贱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找死！住手！镇北侯，昭儿，北辰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小北辰，竟敢背叛我！你是不想救他的命了吗？昭儿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猜到牛回京要做什么，是不是很厉害？
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解药救你。解药在哪儿？要想救他，你就乖乖为本王去杀了太子，否则我死了也得拉他一起陪葬。怎么样，萧北辰，想好了吗？是归顺于本王，和他双宿双飞，这儿，还是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死在你的怀里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娇儿，娇儿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北辰，你救过我一命，我已经多活了3年，哪怕只是和你相爱1天，已经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。娇儿，别说了。萧北辰，他体内毒发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再犹豫，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北辰，北辰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父亲问你的那个选择吗？你说天下苍生于我，你说你会选苍生，你要记住这句话。毕竟我爱的男人可是大夏的镇北侯。好，慕容昭，你要成全他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！我看你现在还怎么救他？杀了本王又如何？本王就是要让你在今后的日子里痛不欲生。传令下去，二皇子意图谋反，黑甲军奉旨缉拿，若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是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赢了本王又如何？没了解药，你只能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死在你的怀里。拿下！带走！娇儿，娇儿，昭儿，本父，我滚开！昭儿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女儿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照顾她。父亲，和他没有关系。哎呀，孩子，是我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好休息，爹带你回府，找人救你。来，孩子。侯爷，你闭嘴！萧北辰，我女儿如果说有个什么3长2短，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昭儿，爹带你回家。太子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不要再以虚礼，快，我请了太医院院守李太医，请他为慕容郡主解毒要紧。好。回禀殿下，郡主所中之毒，毒性霸道，下官也只能暂时压制郡主体内毒素，
拖延一日。至于解毒，属下官才疏学浅，无能为力。李太医，难道连你都解不了郡主所中之毒吗？回殿下，若论解毒之术，太医院先前的柳太医乃是天下第一。若是他还在，郡主的毒必然能解。只可惜他3年前便已离世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太医，我女儿她……侯爷，郡主毒发最晚不会超过今晚，侯爷还是早为郡主做准备吧。在下就先行告退了。昭儿，你醒了。太医说了，只要你好好休养几日，便能痊愈。太医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不用哄我开心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如果真的不能把你留下，那我就陪你一起走。堂堂镇北侯，说话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？不，对大夏，对苍生，我已仁至义尽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陪着你，哪怕是黄泉路上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祖母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再不来，萧家就断后了。不要乱发脾气。北辰啊，二皇子谋反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跟家里说一声。之前半斤催你几次，催你回家定亲，你也不肯，是不是？这次忙完之后，又要不打声招呼就回去了。是。哎呦，这再忙也得成家立业呀。你看，这是我和你爹给你定的柳姑娘柳芷若。她温柔贤惠，知书达理。等你回北地之前，和她成亲，也了却我和你爹的一片心意呀。不瞒祖母，我已有心上人，此生我非她不娶。你起来吧，萧北辰，你好啊！嘴里边口口声声说非我家昭儿不娶，这背地里竟让侯府为你另找他人成亲。伯父，这是个误会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家里私底下给我定了亲事。北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如此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这有心上人就早说嘛，免得祖母为你担心这么久。好了，你们萧家到底是要娶还是要定亲，请外边说去，不要在屋里边打扰我女儿。趁她毒发之前，让我好好陪陪她。此毒可解。此毒可解。你说什么？刘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祖父生前是太医，我自幼跟在他身前学习驱毒之术。柳，
你就是李太医所说解毒圣手柳太医的孙女？没错，她就是柳太医的孙女。我和你祖母担心战场上刀枪无眼，容易受伤，所以才为你求娶了这样一个懂医术的柳姑娘。求柳姑娘为昭儿解毒，只要昭儿能够解毒，我萧北辰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请各位先出去，我要为郡主针灸去毒。昭儿，你听到了吗？柳姑娘能为你解毒。哎呀，如果这位柳姑娘真能救下昭儿，本侯可以对你既往不咎。不过你需要答应本侯一个条件。侯爷尽管吩咐。从今以后，你与我家昭儿不能再有任何瓜葛，永不相见。侯爷，我意已决。待昭儿痊愈之后，就请陛下为她选一个可靠安稳的郎君赐婚。你若是真心对她，就不要再去找她。北辰，慕容侯爷说的有道理。既然他已经决定要去为郡主求婚，那你更要注意分寸，听爹的话，回去之后跟柳姑娘拜堂成亲。柳姑娘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柳姑娘，昭儿怎么样了？郡主的毒我已经解了，她现在已经醒过来，只要这几日多加休息，身体并无大碍。好啊，多谢柳姑娘救命之恩。柳姑娘，感谢你救了我家昭儿啊！我慕容楚日后定当重谢。在下目睹姑娘为慕容郡主解毒，医术甚是精妙。实不相瞒，家父近日卧病在床，在下内心焦虑，这才上前冒昧打扰姑娘。不知能否请姑娘帮忙诊治？治病救人乃是医者本分，公子请带路。请。昭儿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女儿感觉好多了。昭儿，小北辰，别忘了刚才你都答应了我些什么。更何况，既然你与那柳家姑娘在父母之命下定了婚约，更得洁身自好，不要毁了我家女儿的名声啊！爹，好了，你休息。来人，准备马车软榻，带郡主回府。还没找到那个逆子吗？老爷，小侯爷还未曾。哎，老爷，快看，是小侯爷！乖孙儿，你这几日好像失魂落魄一样，可吓死祖母了。是孙儿不孝，让祖母担心了。北辰，既然慕容侯爷已经要为郡主请陛下赐婚，另择良配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这位兄台，是他。你可愿意娶我？我愿意。我爱的男人，可是大夏的镇北侯。芷若见过镇北侯。柳姑娘，多谢柳姑娘救了昭儿。柳姑娘容貌品德皆是世间良配，只是萧某心中已有意中人，不敢高攀。小侯爷，我此次前来其实是为了……侯爷，不好了！侯爷，陛下的赐婚圣旨到了。什么？昭儿，喝点参汤。昭儿，你这
是心里还在怨我啊？爹知道你喜欢萧家那小子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倘若当日你若是真的，你让爹死后该怎么跟你娘交代呀？更何况那柳姑娘对你有救命之恩，现在萧家的侯爷想让那柳姑娘嫁给萧北辰，难道你真的要和自己的救命恩人抢亲不成？唉，爹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这便是无常人生啊！爹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昭儿，忘了他吧。所以，你刚才着急赶我走，是担心我？你可愿意娶我？我愿意。我对大夏，对苍生，我已仁至义尽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陪着你，哪怕是黄泉路上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小姐，小姐，陛下的赐婚圣旨到了。什么？这定是父亲去向陛下为我和柳姑娘赐的婚，这可怎么办？其实今日是我北辰对不起姑娘，我定会向陛下言明，不损姑娘清誉。小北辰，哎呦，算了，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定是父亲去向陛下求的赐婚旨意，想让我彻底断了这份心思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小姐！是啊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跑了！什么？快追！来人，把那个逆子给我抓回来！是。萧北辰，你会等我吗？慕容昭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慕容昭，我心悦于你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我只愿你一人。我也是，萧北辰，我也心悦于你。北辰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乖孙子，这圣旨已下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！昭儿，你莫不是要违背陛下的旨意？父亲，祖母，我今生只会嫁萧北辰一人。你二位请恕孩儿不孝，我萧北辰今生只娶慕容昭一人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你们说的，咱家怎么听不懂啊？陛下就是要给你二人赐婚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所以你们没头没脑的跑个什么劲儿？哎呦，累死咱家了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，小侯爷，慕容郡主，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陛下是要为我和昭儿赐婚？不然呢？陛下念在我治病有功，特赐我一桩心愿，我思来想去，倒不如成人之美。谢谢你，柳姑娘。是我谢谢你才对，若不是那日我救了你，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良人。
诏曰：自有富民侯之女清宁郡主慕容昭，玉秀名门，柔家端惠，镇北侯府萧北辰，英武卓绝，忠勇贯日，二人德才相匹，门当户对，实乃天作之合，特赐婚于二卿，择吉日完婚，钦此。唯愿岁岁相守，与卿永不相离。